他得有一个爱人的眼睛，不希望把这个女主弄成大黄丫头，你知道吧？就我们拍到了爱情发生的过程，但是它代价就是可能上来可能会介入的会相对慢一些，让就是每个项目都能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而不是找那个更有保障的。当时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觉得它活人感特别够，就是我们拍到了爱情发生的过程，但是它代价就是可能上来可能会介入的会相对慢一些，因为它是个涓涓细流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说它没办法上来是一个强冲突或者一个强钩子，然后把大家引进来，就是属于中国就是特有的现代文学的那种感觉的东西，生活中的这些普通人的那个爱情故事吧。但不会说像您说那么严格，其实就是还是踏踏实实讲这个故事，也没有说特意要反套路，做一个没必要的那种误会，那种我们也不喜欢，因为它这个剧本本身它就是特别强冲突的不多嘛，所以说我们就以剧本为底，然后在现场，然后跟演员一块儿碰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必须得怎么样，比如说他装床那场戏，那我们就设定了，哎，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来了之后呢，他就不停的在观察，然后那边呢就又没有正面的表演，然后但是又得让这个男生觉得哇他是那个意思，他一直在猜测是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很微妙，其实就是不过度渲染，剪辑上也是做了很多取舍，才达成的这个效果。他就得是这个演员他自己个人的信念感得很强，他演员得很灵才能达成。最近我在看那个匹诺曹嘛，男主去拉住他，然后那个氛围已经渲染到要接吻了，然后结果男主刚往前，然后女主啪这样挡住了一下，然后男主他并没有停下来，他先是一愣，然后再慢慢的亲到他的手心，啊。亲完手心之后，然后那个女主就是从那个震惊状态，慢慢的手又放下，然后男主再凑过来的时候，女主就没有再去来，你就会觉得他特别有那个味儿，对吧？就你能看到他的变化，就是他是怎么样接受这个人，他不会说就莫名其妙的就俩人就炫起来了。就第一集吧，就还是开场他们俩碰面的这个戏，还有一番情节是他给那个男主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让那个女主喝，然后女主也是就是紧张之下，然后突然一喝烫到嘴了，跨过了那个女生去接那个饮水机的凉水，就是她的身体就是胸肌腹肌要离女生特别近，然后女生就是相当于在那一下，然后我们又渲染了一下她的紧张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在这个后期剪辑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经历了很多研讨吧，觉得不希望把这个女主弄成大黄丫头，你知道吧？不符合大多数人选择的那种，就确实一直在消减这个度上的东西。我这也不算那种特别俗的，他就是普通人，然后真的爱一个人，包括去救女主，那他也不是说那种贼厉害的，上来把人大杀四方，他也让人给揍了，对吧？但是他做判断这一刻，他可能构成了他的那个就所谓苏的形象。从爱情上，他是笃定的，对吧？其实这种是常态啊。为什么说这种生活流的？刚才说生活流的片子不好做。首先，这个男主他得有一个爱人的眼睛，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他要是他能有爱人的眼睛，他就两个人特别带感，特别来电，那这大多数都爆火。但是他这种感觉，他其实本身就不太容易，尤其是对于短剧来说，因为大家相处时间也短，然后他都是比较有趣的人，对吧？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然后这么自由的创作，可能才会碰撞出很多火花。所以说，黑泽老师必须要夸一下，他确实，他是有那种爱人的眼睛的。我觉得就是短剧，其实题材包容度其实已经非常高了，里面都有更多题材类型。从题材上，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保持住。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演员，更多流量性的演员，他会这个接到更多的项目吧。可能我是希望他能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这个里面，就是每个项目都能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而不是找那个更有保障的。如果比如说你一味的拉高成本，他不考虑它的题材适不适合做那么贵，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负责任的。就是有些内容它适合精品化，有些内容它可能就不适合精品化。就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特别下沉的、特别情绪流的内容，我觉得它就不适合做就包装的太精美。
的粉丝们也希望不要老是去复仇。我看的第一点是，老师怎么会爱上一个鳗鱼，而且还是学生家长？集系里面它有的东西是你无法预知的，但是 AI 它是可以被预知。本来这个行业的更新换代就非常非常的快，你要是焦虑的话，这个是无穷无尽的。Hello，看天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赵茜茜，在鱼群跟着游向陆地中饰演的是孙露。大家对我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是很清冷啊，很高冷那，也是通过鱼群吧，好像也打破了大家对我的一个固有的印象。我之前一些复仇剧接的比较多的粉丝们也希望不要老是去复仇。孙露这个角色正好跟我相遇了，我就欣然的接受了。爸妈非常非常关爱他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个关爱其实是有一点让我窒息，我也是一直想要去突破这个关爱，寻找一个自由。但是遇到了男主之后呢，先是找到了一份心动，然后找到了一个能跟我一起携手去冲破枷锁的一个感觉。原来的剧里面都是属于那种女强人，但是到这个剧里好像我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变成另外一个很温柔、内心很小公主这样的一个角色，很不一样。我也觉得我第一次离开杭州去上海上学是我人生中最勇敢的。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也从来没有住过集体宿舍。进了学校以后，大家在一个宿舍里面，互相的情绪是会传染的。我们宿舍就有一个朋友非常非常的恋家，我就被他传染的特别特别恋家。但是我妈是属于那种，我给她打电话，你有点烦，给我打电话有点频繁。我本来也是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加上我妈这一个推波助澜，我就更独立了。我是小学6年级之后就离开家了，12岁，后面再大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我去考北舞，也算是一次我很勇敢的迈一步。我看的第一点是，老师怎么会爱上一个鳗鱼？而且还是学生家长，可能是因为黑泽老师把他演活了，从纸上变成一个立体的人物。你可以细数他身上很多好的点，比如说这个人很体贴，虽然说不是他的孩子，但是呢，他依然可以对他很好。我们都属于那种聊到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看法是一样的。再加上有导演在讲戏的时候跟我们一遍一遍的顺，我觉得三者加在一起，才会变成我们这部剧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就是从那个露营回来之后，慢慢开始有心动的感觉。因为正常的话，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吃醋，如果这个人不喜欢他，那我会觉得你在吃什么醋啊？但是如果放到当下那个场景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他吃醋了，好可爱。这个可爱的点就是我开始心动的表现了。我自己看小说不喜欢这个类型，因为在演的时候带入的不是我自己，是角色。对方老师不会演得很油啊，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们走戏的时候也会告诉对方，就是老师你这个动作可能有点油腻，让我们改得清爽一点。我觉得其实现在尤其是竖屏短剧，观众的审美也随着越来越多的精品短剧提高了。他们可能不像一开始的短剧都是那种传统的小说情节里古早霸总。一些新的很清爽的霸总进来以后，观众会觉得我喜欢这一类，然后大家的接受面可能就会偏向这一类了。跟周导合作了很多次，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喜欢在现场加一些东西，改一些剧本上的内容的这样一个导演。那我觉得我跟他其实在某方面是有一点不谋而合的。我也很喜欢现场临时出来的一些小惊喜，因为我觉得剧本里面的内容可能对于这个人设它整体来说它是统一的，但是也会偏单一。人嘛，不可能仅仅只有一条情绪，我会往里面加一些临场，比如说观众一直说我是不是笑场的那一场戏，确实是我们在试的时候，我因为这个点实在是忍不住笑了。导演看到以后觉得还很自然。我自己回想了一下，当时因为是一个吵架的环境嘛，没有一个能把这个吵架突破去原谅他的这么一个点。但是加了这个笑之后，我顺了一下逻辑，我觉得也是应该两个情侣之间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点或者很搞怪的点破功，然后去原谅一下，就是那个气儿就感觉泄了那种感觉。就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更真实，这样观众看了也不会觉得正常生活里面怎么可能会出现。
可能我不太适合那种很虐女，我现在可能拍的有些剧里面有一些情节没有特别舒服，然后我就跟导演去商量，我们说能不能稍微的改一下，我的体验感不是很好，或者说我觉得在对这个角色也不好，观众肯定会说，哎，这个不行。想尝试的类型太多了，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很想体验这个武侠。打戏，我现在还年轻，我可以打。我不知道再过10年或者是5年，我身体机能还能不能跟得上。所以我希望我很有力气的时候能留下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在表演这方面，人类是不可能被 AI 替代的，因为它只会按规律去运行一条线，但是它是不可能自己去突然窜出一个火花。就为什么多人很喜欢即兴，就是因为即兴里面它有的东西是你无法预知的，但是 AI 它是可以被预知的。我现在已经接了这些戏了，那些制片姐姐或者是导演都是对我本人的一个认可才会让我来演这个角色。当然不是说没有人可以替我，这个行业的更新换代就非常非常的快。你要是焦虑的话，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你完全没有办法跟着。我发现哇，你这个什么的激情戏啊，或者不穿衣服的戏好多呀。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能感受到陈旭东这个角色一定是我的，就是你得一直在桌上，你才有机会上去。看天下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黑泽，在鱼群跟着游向陆地里饰演陈旭东。孙老师，你是来找我吗？喜欢你喜欢的这个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跟我的外形啊会自己像一些，因为我可能自己也喜欢晒太阳，然后平时也没有那么的精致，然后就自由懒散一点，我能共鸣到这个角色。当他被人说、被人辱骂，然后他的隐忍，包括他对孙路的不敢接受或者不敢出局，我能感受到陈旭东这个角色一定是我的，一定会是我。因为他有很多的言不由衷吧，带了一个孩子，街坊邻居每天杂七杂八背后议论他。遇到孙路之后，其实就像他的月光一样照了进来，所以他就是卯足了劲儿，他去翻案，证明自己我没有杀人。他肯定也是比较自卑吧，因为他觉得露露家的身份，包括他也是个幼儿园的老师，很害怕影响他。你喜欢一个人，在意一个人的时候，你肯定就是很担心他，我的所作所为，还有包括我这件事会不会给你造成影响。一开始可能陈旭东也觉得孙路很好，但是他也可能也就是跟我玩玩吧。那可能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之后，咱俩可能就一了百了吧。没想到就是露露在帮他翻案，帮他搜集证据啊，想办法。我第一次看那个陈旭东的时候，我发现哇，这个什么的激情戏啊，或者不穿衣服的戏好多呀。我说这该怎么办？其实现在出品流量也挺大的，如果你没有身材，或者说是造型或者形象不好看的话，我觉得观众一定会不买账的。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是每天16+8，然后吃的干净一些，做力量训练，希望达到一个薄肌的状态。第一件事就是早起的空腹有氧，有一天就跑的感觉就是自己的情绪很崩溃，就觉得很委屈，可能就是那种每天你不摄入太多的盐啊、糖啊、油啊，这种你的情绪很不稳定。因为我天生就比较黑，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户外跑的没人的地方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它自然就晒黑了。因为它是一个海员嘛，所以每天在海上的人肯定很黑，然后我就觉得更贴近角色一点。其实鱼群也是我接过一个就是说角色最不一样的一个短剧吧。之前的可能都是八总啊，或者中二一点、搞笑一点，没怎么画，那个胡子也是我自己的，脸上的妆可能就是做的再糙了一点，做脏就是做黄，做那个晒伤的那些东西。然后可能其实最不舒服的就是那个头发，它是一缕一缕接的，当时接了4-5个小时，就每天你感觉是勒着你的头皮一样。我是最早的网红，就是14年在就是说快手，然后再到那个抖音，后来就是在厦门签了一个 MC 的机构，那个厦门的公司就是跟很早的美拍，他拍一些长视频，比较精品的东西，然后就是去拍一些作品，然后比如说我们就拍个10分钟、8分钟的短片，大家一起去讨论剧本，讨论怎么拍、怎么导，这样那几年就是这么度过的。然后19年就是现在的公司就是找到我说还想不想做演员。那我觉得其实抖音那会儿做的还挺好的，蛮舒适圈儿。然后我就觉得我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19年接的第一个角色是玉昭令，我大概是男10级的一个角色，就是身边的一个配角将军，每天就是在可能后场等个7、8个小时才拍到你，就跟你之前完全的跟你网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网红是很自由的，如果你做直播挣钱，你边玩就能边赚钱。然后但是你拍戏呢，你每天就扎根带那会儿。其实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就是网红转演员。其实有的时候有个戏播的还不错的时候，就是会下面有很多舆论。然后我前几年我看的时候非常不开心，那会儿我可能太想证明自己了。我去见组的时候，导演说哪个学校毕业的，我都说导演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他说你学什么专业？我说我没学过什么专业。我说之前我是网红，是那个自媒体达人，它只是一个标签罢了。如果你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就会减慢你前进的脚步。短剧它这个市场越来越好，拍的越来越精品化。说实话，也是想，因为自己没有太多流量，其实如果能合作到一些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可能说播的好一点，会不会给我带一些流量什么的？这是我的想法。我们演员其实很被动的，其实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但是我觉得你要随着市场去走。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在拍有这么好的东西，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拍？我觉得不应该存在这个鄙视链。就有的人会说，哎呀，黑子他曾经是老网红啊，我吃到了那个时代的红利。然后包括我觉得短视频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他可以有机会去卖货，包括可以在短视频上去展示自己。短剧也是啊，短剧它因为长剧很难去争取嘛，短剧也让很多就是优秀的科班的演员说有戏拍，起码也有让大家看到这个机会。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存在什么鄙视链。我就觉得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自己去想要做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鄙视链，也不丢人。我老板说一句话，我觉得挺对。他说：“你得一直在桌上，你才有机会上桌。但如果你下桌，你没有作品，你就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桌。反正现在就是说，多去拍吧，多拍。”